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和一些在美国这边也在金融业内工作的朋友一起聚餐吃饭。在饭桌上呢，大家就会不可避免地聊到美国现在的政治现状和经济现状。后来我回想了一下，发现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呢，好像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也有一些不同点。不管怎么说呢，我想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给大家。首先说两个在大的投行工作的朋友，那他们最近呢都是面容憔悴，但是又双目放光。为什么呢？我原来以为自从疫情以来，所有非科技公司的业务和发展都会适当的受到影响，所以说他们这些以前主要做上市、并购等等的投行部门应该不会那么忙。没想到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仍然维持着每周10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具体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大公司呢，都因为发展停滞了，但是他们又很缺钱，所以就聘请这些投行部门呢，来帮助他们进行新的融资，想办法能拉到一些钱，以避免破产。而且我们有一个投行的朋友还开玩笑说，其实就算他们破产了，做破产清算重组的时候，也还是要请投行这些人。不管怎么说，他们投行的人现在都还是有活儿有业务的。那这种业务呢，投行的收费也并不一定就比上市等等的其他业务低，所以他们这些人活儿多，自然最后能拿到的奖金就多。这话虽然是开玩笑的意思了，但是也从侧面折射出来，现在很多的大公司真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能请得起这种顶级的投行部门来帮助融资的公司呢，肯定不是小规模的，就不是中小型的，肯定很多都是大型的，甚至有一些都是上市公司。那他们缺钱缺到这个地步，其实让人感觉真的是生存是岌岌可危啊。那我们第二个朋友呢，是在美国一家很有名的 mutual fund 供职的基金经理，也就是 VP 的 level。mutual fund 呢是但中文应该翻译成共同基金，在美国呢就是投资公司也可以称为是信托基金的一种。mutual fund 的这种公司的运营呢，从最基本的例子来说，就好比我们一群普通大众，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专业知识，所以把钱交给了一些专业的人，他们呢，作为操盘手，再把这些钱投资到股票、债券、跨国的一些金融产品，还有各类金融衍生品中等等。最后呢，根据获利扣留一部分作为手续费，作为他们的盈利，然后再把剩下的一部分盈利呢，就返还给我们这些投资者。那他们 mutual fund 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呢，就是按照不同的风险度、不同的回报率而进行区分的。不过这个朋友就说，他们公司已经发了通知，就是说整个公司的投资策略要逐步调整为增加债券上面的投资，而减少股票市场的份额。那大家都知道，各国的国债呢，其实就属于风险很低，但是回报率肯定也很低。不过这个朋友就说，他们公司做出这个决策，是因为认为现在美国的股票并没有如实反映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的 GDP 在持续的低迷，并且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股市却一路高歌。如果大家回顾一下整个美股从疫情以来的走势，就会看到，从3月到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里，其实股市只有非常短暂的低迷期，当时最低点就是在18000点左右吧，只持续了1天。然后这个股市就直接的反弹，到现在又一路回到了28000点左右，这个就是非常的不符合人们以前的一些经验还有逻辑，但是呢，这个又是市场的现状，没有办法。有很多基金经理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时候呢，持续做空这个股市，后来也因此可能赔了很多的钱吧。这个在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些报道都提到了。总体而言呢，他们作为一家很大的 mutual fund， 认为这并不是长久之计，而认为应该逐渐减少股票上面的投入，降低这个后续的风险，转而投一些风险低的产品。那关于这个美国经济的现状和美股的走势这种脱钩的感觉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在对冲基金工作的一位基金经理也提到了。
他就说，美国经济现在之所以还能强撑着，主要是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比上一次的经济危机其实是大不相同的。首先呢，现在的低利率真的是让投资者的钱属于无处可去的状态，只能还在股市里面滚着。你有人买就有人卖，这个股市就能一路继续上涨。那其实整个投资行业内的大家其实都是如此，所以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不过美联储给的这些刺激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呢？那他们认为一定是会的，但是并不是现在，或者说并不是近1年吧。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和政治也是完全挂钩的。特朗普在上任以来呢，他个人认为自己最大的卖点就是在于美国的经济在过去的4年里是非常强盛的，股票一路高歌，所以特朗普是绝对不会允许现在的疫情把整个经济的表面至少是说把整个经济的表面状况吧给破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不断的签署各种各样的行政命令，不断的想办法来刺激这个经济现状，让股市呢赶快回到高点。特朗普现在做这一切呢，基本都是因为他非常的想要连任，但是一旦他连任以后呢，对吧，他总会有下台的那一天，那肯定是越到后面他可能就越不在乎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这个朋友就说呢，特朗普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持着这个经济的泡沫，所以他们作为投资者也只能在这种泡沫中间继续前行，总会有一天泡沫破裂，只是说破裂的那一天到底会破在谁的手上呢？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说起来呢，我这3个朋友都算是身居要职声名显赫，在挺大的公司里面供职。我跟他们相比，就属于那种朋友圈里拖后腿的人，所以呢，我也很感激他们能够分享这些真实的想法给我，也算是点拨一下我吧。我个人的总结呢，是他们都认为现在的美国经济形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这一点似乎没有在任何地方反映出来。按理说，美国股市最应该是能够反映经济现状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的情况。虽然巴菲特有一句名言说，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就要忧虑，在别人忧虑的时候你就要贪婪，但是现在的投资市场普遍是属于大家又担心又贪婪，因为你的钱是必须往里滚的，那你不贪婪你就没有别的办法。这其实就属于一个非常有趣的现状了。那说实话呢，我个人在这个时刻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的。我是属于愿意采取保守一些的做法，逐步减少个人在股票市场等等上面的投入，而转而呢考虑一些更加保底的选择。当然了，这个就是见仁见智，我也是如实的分享我所听到的消息来给大家，包括我个人的感受。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如果认为我今天讲得好呢，也欢迎给我们点赞。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